国防部周五发布消息指，中国军队赴俄罗斯参加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中方参演部队铁路输送第1梯队，周四晚从吉林白城启程，前往俄罗斯奥伦堡演习地域。事实上，中国军队和公安部门针对近期周边局势的变化，已经通过演习等多种手段，加大了反恐维稳力度。和平使命2021演习将于9月11日至25日在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兹靶场举行。演习课题为上合组织成员国部队筹备并实施联合反恐行动，主要演练侦察监视、火力打击、外围风控、街区靶点以及前出防御、地面突击、分割围歼、肃清残敌、抗击无人机袭击等科目。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8个上合组织成员国参演，总兵力约4000人，其中中方参演兵力550余人，出动车辆装备130辆。此次演习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例行性演习，旨在深化各成员国防务安全合作，提高应对新挑战、新威胁能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周四还介绍，中国军队将于9月6日至15日在陆军雀山合同战术训练基地首次举办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中国、巴基斯坦、蒙古、泰国等国军队将派出1000余人参加演习，涵盖步兵、快反、警卫、直升机、工兵、运输、医疗等维和行动主要力量。此次演习课题为多国维和部队联合行动，将按照国际化、专业化、实战化标准，基于真实场景构设演习环境，主要演练战场侦察、警戒巡逻、武装护卫、保护平民、应对暴恐袭击、临时行动基地建设、战场救护以及疫情处置等科目，旨在响应联合国为维和而行动倡议，推动维和出兵国间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维和待命部队执行任务能力。近期，阿富汗局势尚未明朗，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幻莫定，加强反恐、确保国家安全成为中国军队重要训练内容。近日，西藏军区组织所属10多个旅团在海拔4500米的雪域高原，围绕高原山地联合立体攻防作战开展雪域使命2021多兵种全时全域全要素实兵实弹演习。演习开始，各营队按计划利用暗夜条件组织开进，炮兵火力队按照火力计划对敌侦察预警体系实施火力打击。炮兵火力队以摧毁敌通信枢纽。我们的任务就是翻越海拔6100多米的雪山，对敌纵深重要目标引导打击。通信侦察组启动无人机进行侦察，发现我军基本发射阵地暴露，无法提供火力支援，某陆航旅实施立体打击予以支援。组织炮兵火力队阵地转移，同步申请陆航火力支援，实施补充打击。全连发起冲击！立体攻击后，对阵地残存之敌进行合围清剿。此次演习出动精兵近万人，全面探索了各作战单元、各型作战火器的作战效能，不断提高部队在高海拔地域联合作战、精准打击、高效毁伤、综合保障等综合实战能力，展现了驻西藏部队高原联合作战行动能力和履行守边固防稳藏使命任务的强大决心。而在8月18日、19日2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内务部还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市举行了反恐协作2021联合反恐演习。演习以当前地区反恐安全形势为背景，一些恐怖组织不断向阿富汗北部地区转移聚集，对中塔两国及地区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进一步提升双方反恐力量协同作战战备水平，增强反恐实战技能，展示中塔双方反恐决心，有力震慑对两国和本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恐怖势力。此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新闻部门周四通报称，该组织的
中亚地区快速反应力量将于9月7日至9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演习。国际文传电讯社称，此次军演在阿富汗局势变化的背景下举行，参演人员包括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武装力量，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相关人员。吉安组织联合参谋部称，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完善军队管理部门在组织作战方面的技能，提高快速反应力量的战斗力和协同能力。尚未走出阿富汗阴影的美国又开始拉帮结伙秀肌肉。据外媒报道，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于周四起首次在西太平洋举行为期4天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谈及演习目的，每人要时刻不忘将维护印太地区海上秩序挂在嘴边，但他们选择的演习地点及科目无不暴露其针对中国的意图。今年的马拉巴尔演习由美国海军主导。美海军第7舰队周四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称，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参与的马拉巴尔2021海上演习的第1阶段于当天在菲律宾海开始举行。这项年度演习旨在增加美、澳、日、印4国海上部队之间的战术规划、战术训练和武器装备使用能力，将分为2个阶段进行。正在进行的第1阶段演习旨在加强4国在海上联合作战、反潜作战、空中作战、海上补给、跨甲板飞行作战和海上拦截方面的能力。美国军方表示，参加第1阶段演习的装备和人员包括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巴里号、美国海军特种作战部队、美国海军第72特遣部队的海上巡逻机和侦察机，以及美国海上军事运输司令部的一艘补给船。印度海军出动史瓦利克号护卫舰和卡德马特号反潜护卫舰参加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加贺号直升机航母、村宇号驱逐舰和不知火号驱逐舰参演。澳大利亚海军则出动瓦拉蒙格号护卫舰参加。参演的飞机预计将包括美印的 P8 反潜巡逻机和日本的 P1 巡逻机。马拉巴演习可以说是美国利用了这几个国家。它在战略上的这个海洋战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企图把他们的力量呢，就是说凑合到一起。虽然说可以说是同床异梦，但是确实在这个场面上来说，显示出一种人多势众的这样一种感觉，给美国人呢增添一种就是说虚无的一种信心。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媒体，印度媒体对于马拉巴尔2021演习的关注度显得颇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俄学者库普利亚诺夫的话称，在印度眼中，演练打击水下目标是今年演习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该国一直担心中国潜艇进入印度洋执行任务。印度斯坦时报称，印度海军正所谓专注于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雄心，并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北京在南海展示的力量不能出现在印度洋。而就在马拉巴尔演习开始前夕，美军印太总部司令阿奎利诺访问印度，与印国防参谋长拉瓦特、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外交部长苏杰生等军方和政府高级官员密集举行会谈。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在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周3举行的一场活动上，阿奎利诺声称中国正在推进所谓军事扩张，以及印度在印中边境实控线所面临的挑战等，并且称南海对所有国家的繁荣至关重要。对于美国的角色，阿奎利诺称，在印太地区没有比美国更好的盟友、更糟糕的对手了。因从阿富汗仓促撤军而广受质疑，美国高官连日来四处活动，想要挽回自己岌岌可危的声誉。除了阿奎利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前2天也在新加坡和越南抹黑中国破坏秩序，但相关东盟国家显然并不想在中美间选边站，并且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拉帮结派动作抱有强烈质疑。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前驻美大使陈庆珠日前在与美国高官举行公开讨论会上，直接问随行哈里斯出访的3名美国官员，美国重申对本区域的承诺，你们要从本区域得到什么？他更直言，美国口口声声说承认东盟的核心地位，但印太4国机制却让东盟担忧会被边缘化，而美国清楚知道东盟不会乐意参加一个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组织。美国情报部门在总统拜登的指示下进行的为期90天的新冠溯源调查已经结束，但却未能如愿，没有找到关键证据，预计将在2周后公开报告的非保密版本。但仍然有部分美方政客不放弃利用溯源问题来抹黑中国。近日，多名参议员还称要继续溯源，并发起对华制裁。
美国不断政治化溯源问题，激起国际社会一片反对。与此同时，世卫组织的态度也有所改变，称会另组新冠溯源团队，并且要尽可能远离政治。90天期限已至，关于新冠病毒到底从哪里来，美国情报部门什么也没查出来。《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拜登周2已收到由情报部门上交的所谓溯源报告，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这个结果似乎在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的意料之中。他在6月份的一次采访中就透露，我们希望找到铁证，但这可能不会发生。尽管查了个寂寞，但美国方面仍不放弃甩锅中国。周3，美国会参议员吉姆·里什和卢比奥分别发表声明，敦促拜登继续进行病毒溯源调查。卢比奥表示，拜登需要立刻将机密报告转交给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并为美国大众提供解密版本。他还呼吁国会应尽快通过他的2021新冠病毒法案。这份由卢比奥6月底提出的反华议案，要求中国配合开展溯源调查，否则将授权美国政府对中国科学院等机构施加制裁和限制。李师则在声明中妄称，情报部门之所以难以调查清楚新冠病毒是自然传染给人类，还是通过实验室传染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不愿意分享相关数据和信息。对于这一说法，荷兰病毒学家马里昂·库普曼斯、美国生态健康联盟总裁彼得·达萨克等11名曾来华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周3在《自然》杂志共同发表联合署名文章中回顾当时的工作，并指出，他们采访了临床、实验室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并走访了参与疫情早期应对和后续调查的机构，研究工作得到了多方支持。中国团队分享了许多新信息，双方还就必要的进一步工作和持续的数据共享开展了大量讨论。联合研究报告发布以来，世卫组织专家组也一直与中国专家组继续合作。文章还表示，调查实验室泄漏论原本并不在中国与世卫组织共同商定制定的工作任务书范围内，而他们出于对此种假说的重视，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基于专家组对此假说得到的相关回复和所有可用数据，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可以跟进。一名了解溯源工作的国际科学家更是直言，美国情报部门搞的溯源报告无法提供新证据，这是世界上大多数科学家预料之内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4就此表示，溯源是科学问题，应当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这是绝大多数国家和科学界的共识。美方不通过科学家而动用情报机构推进溯源，只会干扰破坏科学溯源的开展，为国际社会早日找到病毒源头增添障碍。为什么美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美方动用情报机构溯源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这值得人们深思。众所周知，今年初，中外联合专家组在武汉开展了为期28天的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工作，并发布权威报告，表明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但病毒溯源这项原本以期更好防范下一次传染病大流行的工作，却在美国的政治操弄下误入歧途。先是拜登下令让情报部门进行溯源调查，接着美国内的反华政客不断在国会散布实验室泄露阴谋论，抹黑中国。8月2日，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成员麦考尔甚至先于情报部门发布了一份荒唐的报告，称有充分证据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呼吁国会立法制裁武汉病毒研究所科研人员和中国官员。我认为美国政客应该不会轻易的放弃炒作病毒溯源这个问题。这次调查并没有得出确切结论，所以仍然给美国许多反华政客留下了非常大的操作空间。仍然希望尽快推动世卫组织启动第2阶段调查，以便施加自己的影响，然后甚至谋求推翻世卫组织上次调查的结论。一些美国政客试图拉拢盟友发起所谓的第三方独立调查，以此来达到继续抹黑和打压中国的目的。
在美国国内，部分媒体却不再跟随政客起舞，而是开始反思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危害。波士顿先驱报本月13号发表社论指出，美政府提出溯源问题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只要新冠病毒依旧控制着这个国家，讨论它的起源就一直是个政治雷区。无论是特朗普时期提出用所谓武汉病毒来指代新冠病毒，还是拜登要求开展的溯源调查，只会引发美国排外和仇恨亚裔的情绪，也不利于任何国际合作。对此，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周四表示，正如这篇社论所提到的，科学没有改变，但政治氛围变了。部分美国政客和媒体热衷搞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散播实验室泄露论，企图推翻联合研究报告。这种背弃科学和真理、扭曲事实和真相的行为，是对全球科学家和科学的不尊重。此外，75个国家近期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认同第一阶段溯源研究成果，明确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强调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这是科学的问题，既不是外交政策，也不是政治政策。我们要了解事实，这样才能战胜疫情。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下，世卫组织近期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其官网发布公告称，他们正在寻找世卫组织新型病原体溯源科学咨询小组 SAGO 的专家成员。公告介绍，在当前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 SAGO 会负责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供新冠病毒溯源的独立评估。世卫组织新冠肺炎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周三接受采访时也确认了这一点，称 SAGO 现阶段工作之一就是接管世卫组织的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科霍夫还表示，今年初在中国的专家组并未解散，并呼吁更多优秀专家加入 SAGO， 承诺新的溯源团队尽量去政治化。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针对美方有官员表态，只要有理由就支持对美国进行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今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一口气给出了请美方回答的7大问题。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关于被美方有些人、有些个政治势力，他们在持续的以严重政治化、污名化、标签化乃至舆论战的这种方式呢，来扭曲、操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那一个最经典的名场面呢，它就发生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就发生在上个月。民间口碑最高的美国战役队长福奇博士，当时在国会听证会上，他毫不留情地反呛参议员兰德保罗。这里要是有人在撒谎，参议员那就是你。美国老百姓眼中的好好先生被逼到出离愤怒，他这句直接掀桌子的怒骂呢，被很多美国媒体做进了标题，至今仍然在舆论场上回响，也成了全力推动抹黑式溯源调查的参议员保罗扯不掉的个人标签。这几天呢，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关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呢，一直是提问的焦点。那么这当然和美方所谓情报部门版的溯源报告出笼的这个时点是紧密相关的。美方官员的表态是在回应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正式致函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提交2份相关文件，要求溯源调查德特里克堡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的病毒实验室。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中方基于最广泛民意的合理的诉求。那么此前呢，有北京媒体就调查德堡实验室发起网上投票，获得超过2500万网友的签名支持。美方官员拿所谓理由来搪塞，那当然是求锤得锤。那么发言人今天列举的7大追问，实际上呢都是此前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是实锤，也是外部世界的疑虑所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昨天披露，使馆近日向美媒投书反驳新冠病毒武汉实验室泄露论，但均遭媒体拒稿。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和在地国的媒体舆论广泛沟通，阐释本国在重大议程、重要事务上的立场取态。那么这是驻外使馆的主要功能之一，全球皆然。美国报章设置的来论版，它的功能定位是所谓的意见广场，多元表达。外交官在美国媒体上发表观点文章，或者是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来回应特定话题，这呢实际上也是标准作业。但是呢，中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媒体投书支持科学溯源、反对政治病毒一文呢，反复遭美国媒体拒稿的这样的一个来历戳穿了美国媒体的舆论战潜规则。那么正如中国驻美使馆所犀利质问的，这难道就是美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吗？
在我看来，将新闻和言论自由挂在嘴边的所谓美国第四权媒体，他们呢在就新冠病毒溯源这个打舆论战上，已经结成了铁板一块的统一战线，达成了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所谓战场共识。那么在病毒溯源上，和撒谎参议员保罗穿同一条裤子的另一位反华参议员科顿，去年呢曾经在《纽约时报》刊发来论文章，甚至拿所谓的疫情赔偿来说事。当时呢曾经在《时报》编辑部引发激烈的内部争论，多位记者老编呢就炮轰科顿的文章毫无逻辑理据可言，根本不合来论的版的这个专业标准。那么把科顿的争议来论见报和中国使馆文章遭拒那么联系来看，你就会发现美国媒体就是这样打舆论战的。当然了，在我看来，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他们呢也在遭到舆论战的反噬。那么遭吞噬的当然是媒体自身的公信力。那么你一方面拿着放大镜、拿着有色眼镜找茬挑刺武汉病毒所，但是呢，在面对质疑德堡或者是北卡大学病毒所的汹涌民意和舆情之时呢，又抛出力推阴谋论的这样的指责，这难道不是不能承受之轻吗？今天，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特别指出，美政府通过情报机构搞所谓溯源调查，不可能就病毒溯源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只会对国际溯源和全球抗疫合作造成干扰和破坏。那么您对此如何评论呢？这样一种干扰破坏到了什么程度呢？事实上，美方已经有人在反省了。西东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黄延忠就表示，这不仅助长了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还进一步减少了两国合作面对共同挑战的可能性。那么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新冠疫苗、关于追踪病毒或者是突变的轨迹等任何事项上的中美双边合作。那在我看来呢，美国政治化战役的一个最大最凶猛的反噬，实际上来自德尔塔毒株。现在呢，美国日增新冠确诊又超过15万例了。CNN 就在慨叹当下美国疫情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去年8月。就在几天前，同样卷入舆论战的这家美国电视台也被迫承认说 ，China could become first country to control Delta outbreak。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控制德尔塔大爆发的国家。今天呢，中国国家卫健委在记者会上正式宣布，目前中国本轮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那么今天另一个刷屏数字同样令人鼓舞。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新冠疫苗接种剂次已经超过20亿。希望这样的中方好消息也能够让忙着打疫情舆论战的美国媒体们好好反省。自然呢，他们背后的美国政客们更该反省。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继蔡英文之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也为台产高端疫苗亮出手臂。但即便蔡英文等绿营高官使用各种手段强推，岛内民众接种高端的意愿依然低迷。就在岛内民众纷纷抱怨高端疫苗不安全时，台媒传出消息 ，BioNTech 疫苗即将抵台。而此前一直拒绝接受其中文名复必泰的民进党当局，也改口表示接受。这一前一后的矛盾嘴脸，让台网友痛批民众的命被耍着玩。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对复必泰态度急转弯，是因为蔡英文在年轻人中的支持度已然腰斩。台湾自产疫苗高端已开打5天，蔡英文在第1天就接种，而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周5一早也在相同地点台大医院体育馆接种高端疫苗，并全程在网上直播施打过程。打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请大家照疫情指挥中心的安排登记施打。很好。台湾坊间此前就已盛传蔡英文早在4月就施打了2剂 BNT 疫苗，所以他周一在媒体镜头前打的高端疫苗实际上是生理盐水。为了避免外界质疑打假针，这次医护人员把高端疫苗反复展示给媒体拍摄，不止包装，连拆封后针筒也给媒体拍，甚至在施打完之后，医护人员还把打完的针筒给赖清德确认已把疫苗打进身体。对于外界质疑可能打假针，帮忙施打的台大医院护理长温慧敏表示，信的就是会相信，不信就不相信。我觉得怎么是应该信的就是会相信，不相信的还是不相信啊。所以我
我们知道自己是做对的事，做正确的事，其实这样就 OK。面对科学审查完全站不住脚，却包裹着绿营垄断性利益的高端疫苗，蔡英文、赖清德选择亲自接种，原本想身体力行推销所谓爱台湾概念，也一度吸引长期被绿营政治宣传洗脑的年轻人追随。台媒统计显示，现在台湾每日疫苗预约人数已经从17万骤降至5万，且不断有人爽约。台湾中原大学日前公布的调查显示，岛内社会对于自产疫苗是否具有保护力仍有疑虑，有69.1%的受访民众对自产疫苗没信心，只有约6.6%表示愿意接种，占比不到1成。9月1日开学日临近，岛内12至17岁的青少年急需接种。本来要运到其他地方的近200万 BNT 疫苗，成为民进党当局挽救民意的救命稻草。台湾地区防疫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证实 ，BNT 疫苗将在8月底或9月初运抵台湾。面对这批疫苗包装盒和瓶身将写有复必泰和复星医药字样，陈时中也改口称，在防疫优先考量下，标签并不重要。只有台积电这边来跟我讲哈，就是说那这样适合不适合？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只要是安全有效的那当然我们一定要。此前，对于大陆复星参与研发和代理的德国 BNT 疫苗，民进党当局一直以包装有复必泰中文字样为由加以阻挡。陈时中还说，贴标签是整个疫苗制造中最不花时间的事情。如今，民进党当局疯狂打脸，完全不认账。针对为何决定接受印有复必泰字样的疫苗，陈时中以订购西装比喻，原本有希望的样式，但冬天没衣服穿还是要穿。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反批，死了800多人才发现冬天没衣服穿，这不是大家要的。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民进党要让步呢？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民进党原本放水扶植、包庇图利的高端疫苗，很显然的在量产上都有良率的问题，所以他们的量没有办法达到大家的需求，所以民进党实在没有办法再承受另外一次民怨的冲击了，因此他们才找了一个完全不是理由的原因来为自己自圆其说。对于这一批 BNT 疫苗，当局目前计划让学生优先接种。台湾资深媒体人中广董事长赵少康披露，民进党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因为要挽救蔡英文雪崩下跌的民调，再加上打自产高端不幸死了5个人，民进党慌了，不敢再挡。为什么陈时中突然改口了？第一个就是蔡英文这民调雪崩式的下降，首投族就最年轻的选民，原来支持他的93%，现在剩下47%，一半腰斩。他急不急？我觉得他急死了。台湾中时电子报评论称，即将到货的 BNT 疫苗写着中文复必泰字样，无疑重重打脸民进党当初坚持不让大陆代理疫苗入台的政策。等于民进党当局向全民承认，当初以台湾安全为由，坚决反对港澳销售模式进行采购，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考虑，压根与台湾安全无关。文章说，若早早放行复必泰，确诊死亡人数就会少。对那些为此死亡的人民，蔡英文难道不该道歉？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局面是，我们的疫苗到货率很低，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生产的疫苗的良率很低，也就是我们现在手上可以用的疫苗的数量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要在今年年底以前完成能够抵御 Delta 变种病毒的这个疫苗覆盖率的可能性非常的低。如果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结果，那当然，一旦 Delta 病毒进入台湾，将会是民进党政权被台湾人民推倒的开始。